SBF 到用户资产。11月7号那天，他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就说我们现在资金有一点紧缺，需要一点 liquidity。慢慢开始意识到用户的资金不在那。SBF 他去找 Apollo 要钱的时候 ，Apollo 就问他为什么钱不在那里 ，SBF 就来找我，就问我说 Ken， 你能给我几个这个 legal 的 reason 为什么钱不在那里吗 ？I was like what the fuck。欢迎来到库克实验室。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学霸 Ken。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到今天的这个节目。我现在是在Backpack 交易所负责法律合规方面的业务的 Ken。听说你是 Princeton 的学霸，就是在学校里待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刚刚有跟你稍微聊一下，我就发现说，你是读 Double E 嘛，那个就是一个号称最难的学科。你是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之前一直是学物理和自然科学方面的科目。大学本科毕业了以后，当时想做一些比较尖端的一些技术方面的研究，所以当时就选择去读了一个 double。那为什么突然就变成说，我今天就突然转到法学了？对我来说，有一些对真理的这个追求，这个真理不仅仅是限于自然科学界的，也有一些关于社会人文科学方面的东西，我觉得想去探讨。其实我觉得物理和法律也有很多共通之处。你说一个是自然界的法则，一个是人类界的法则，是吧？对，其实很接近。对。你的同学最近好像很有名，是吗？对，是的。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同学是谁？法学院第一年级的时候呢，180个学生分成10到15个人的小组，跟这个小组的同学就关系会很不错，会比较好。对，然后最近让我感觉非常的 underachiever， 因为有一个我的小组的同学被川普选上去竞选副总统。对，所以你这样有可能会有个副总统的同学朋友产生，是吧？对，所以那他当时小组有偷懒吗？没有，他是非常敬业，当时就现在还是印象很深刻。他当时是一个非常敬业，而且是在一个比较 progressive liberal 的一个学校里，非常明显的保守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对，你和他就后来就是慢慢就投身到加密产业。对，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啊？是这里比较好创业，是风口呢，还是因为你个人的喜好？我觉得对我来说，加密货币和我个人的一些就是对人生的一些追求就是不谋而合。就是我个人觉得，任何一个人他能够对他的这个 means of production 和他的创造出来的价值能够有充分的保障，这个其实是每一个人去追求 pursuit of happiness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基石。很多的社会上，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 means of production， 或者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这个劳动的成果的话呢，那么其实这个社会它其实是不稳定的，而且是让大家没有办法获得真正的这个踏实感的，也没有办法自立。所以我是13年底第一次接触到 crypto， 然后当时候就觉得是一个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这样的一个 construct。唯一后悔是当时没有多买一点 Bitcoin。你第一次买的时候是 Bitcoin 是在多少钱？当时130，好像是130元的比特币。那当时是你们小组之间也会讨论这个东西吗？还是没有，我是毕业以后才。是毕业以后，对。在学校他们有接触。那你们有没有那种小组的通讯讯息？所以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同学他是很 pro crypto 的。是会有受你影响吗？还是没有？没有，其实说实话，我是毕业了以后才接触到 crypto， 所以我们当时真的在学校里没有讨论到。那你会不会发现是说，会不会是刚好你的同学就是出来之后，是因为学校学的东西，然后让他变成也是 pro crypto， 还是？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个人觉得可能在法学院学习到最多的还是独立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当然
一个人他越能够独立思考，他可能越能够去想通很多事情，然后这样的话会和 crypto 这个理念更容易去结合在一起。如果以美国现在的整个监管制度，你觉得以现在他们有提出一些架构吧？对，那你觉得说以目前的架构来讲，你觉得是符合现状的吗？应该说有助于加密产业发展吗？还是？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可能主要有3个方面吧。然后第一个方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证券法方面。就现在基本上 SEC 对加密货币的就是识别，就是说他认为大多数的 token 除了 Bitcoin 以太坊之外，其实其他都是 security。那么其实这个对于一般的 token project 来说，对整个产业来说是非常的 damaging 的，因为按照美国法律，除非你是一个上市公司，你已经上市了，不然的话，所有的 security 的每一笔交易转让，其实都会需要去 SEC 去 register 或者有个 exemption， 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也就是说，一个 token 它一旦被定为一个 security， 它就会死掉，它完全没有任何流动性。所以，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就是关乎到一个 token 的存亡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界定，但是 SEC 又没有给这个行业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界定的一个方案。2019年 SEC 出具了一个 framework， 但这个 framework 里面有65个 factor， 所以就是根本是 unworkable。这样的话，所有的其实也就导致美国现在所有的 project， 他们在证券法这一方面基本上就是蒙着眼睛瞎着走。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合规，哪怕你想去合规，然后你想去 register， 你可能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SEC 它可能都不会给你去成功。我知道很多项目，他们其实包括一些很大的项目，他们就是很主动去找 SEC 说我们想合规，我们想 register，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是正确，我们就按照你想要的去 register。但是 SEC 也没有给他们一条真的这样的一条路，所以这样的话会导致美国整个这个产业出于证券法的影响，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往前推动。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含糊不清、界定非常不明确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话，很难能够让大众老百姓和机构投资人进来。这是为什么最近的 BTC 和以太的 ETF 能够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它是第一次让机构投资人和普通老百姓能够进来。那你觉得会越来越多人就参与到这个领域吗？就是你觉得会？你说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接下来我好奇就是说，以你的观点，接下来5年到10年这个产业膨胀的速度会比现有的任何一个产业都还快吗？我觉得会的，我觉得这是取决于几个方面。关于证券法，我觉得我提到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其实就是 payments 和 stablecoin 这方面。我个人其实是觉得 stablecoin 一开始就是刚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就是担心它影响到，比如说美国的货币美元的这个稳定性。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了过去这几年的演变，就是 USDC、USDT， 现在基本上所有最大流量和这个就是交易对的，基本上都是美元绑定的稳定币。所以我觉得其实美国如果能够 come up with 一个 sensible 的一个 approach 去监管数字货币的话，其实它能够更加的巩固美元在全世界金融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时候就有人会说，那 CBDC 跟稳定币之间，那你会是选择哪一个？CBDC 我个人觉得它和 stablecoin 还是不一样的，就是CBDC 是对整个加密货币和用户的隐私方面是很大的一个侵害。对，所以还是选择稳定币 stablecoin。OK。对，是的。第三个就是市场的这个market integrity 吧，就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现在出于美国的各方面的这个监管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比如说我们看到传统金融行业的股票或者是衍生品行业，美国基本上都是占全世界的这个大多数50%、60%、70%的就是占比。但是如果你看 crypto 的占比的话，美国的这个 crypto 交易量的占比是全球的就是 single digit 而已。也就是说，同样的 financial asset， 如果美国应该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占比的话呢，其实美国它 lose out 很多。现在所有这些其实都跑到 offshore 去。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所有这些本来应该美国的投资人和美国的资金能够去接触到的这些 market， 它跑到 offshore 去了以后，很多 offshore 这些交易所它是没有对投资人和金融行业的这样的一种保障。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其实很遗憾的是说，我觉得大多数的 crypto 的交易量其实现在都是在一些
监管和对用户保护方面比较欠缺的一些平台上进行。这样做的话，其实我觉得对 crypto 长期的这个稳定和 adoption 也会有一定的影响。用户没有办法保证他去买币或者是卖币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不被操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呢，我觉得很多机构投资人和大的这个资金，他们其实还是不敢进来。毕业后听说你有去 Coinbase， 你是做他们的法务是吗？还是 crypto 产业上是和其他行业的就是你差别在哪？可能政府比较打压这类型的产业，或者是怎样，就是会比较难去可能通过某一些法令，还是怎么样？我觉得其实 crypto 对我来说最 attractive、最 interesting 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innovation 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是日新月异，每隔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 theme emerge， 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 project 去尝试通过加密货币的形式去改善传统金融或者是改善其他的一个行业。我觉得在我看到的这么多行业里，基本上是不可能像 crypto 这么快的 innovation 的。然后法律它相比之下是一个变化非常缓慢的这样的一个 industry， 所以在面对这么多的新的这个产品 emerge 的这样的一个同时，它永远都是 play catch up 的。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一些现在比如说在和 SEC 进行诉讼的一些就是项目方啊，或者是交易所啊，或者是其他的也好，它基本上都会 lag， 会延缓几年的时间，然后让 regulator 能够有时间去好好的去思考怎么样正确的监管一个行业，才会提出这个诉讼。当然，如果有一些 fraud 和一些 scam 的一些 project， 那肯定就是马上会去起诉。但是对于一些就是真正的一些 innovation，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的 regulator 其实也在考虑，就是怎么样能够 optimally 去 regulate 这个行业，去监管这个行业。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法规监管的问题不明确嘛，那就是导致很多新兴行业，像是新的可能是交易所或者是新的项目，它是没办法发展的。那你觉得，如果以像你曾经帮 Coinbase 上市，然后你从那里学到的东西，你觉得像你制定这种法案的这些人，应该是要用什么方向或者是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状况？我有一个比较长的回答。首先，我觉得数字货币的监管，它应该是一方面能够从 first principles 上避免我们传统金融行业的一些弊端和一些就是壁垒，我觉得要避开这些东西。同时，它又应该能够去 promote 这个 innovation， 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如果我们把这个 industry regulate 到死为止的话，那么这个 industry 整个就是没有办法去成长。我觉得传统金融行业都有什么样的 first principles 呢？对我来说，主要有4个，一个就是 market integrity， 这个市场必须是 fair and transparent； 一个是必须 prevent 这个 financial crimes， 避免这个 money laundering， 避免一些 terrorist financing sanctions； 一个是 investor protection，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用户，让他们或者至少让他们知道他们去参与一个项目、使用一个 project 的话，它有什么样的一个 protection。然后最后一个是 systemic risk， 就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 individual actor， 他们的 activity 全部都 build up 在一起的话呢，会给整个 system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比如说最简单的是，比如说一个 financial actor， 比如说一个银行，他说一个 asset， 它如果价钱涨到某一个数字的话，我就卖这个 asset。对于一个银行它 OK， 但是如果所有的银行都这么做的话，那就不行了，因为这个价钱就会暴跌。我觉得基于这些 fundamental principle， 我现在看到世界上可能一些我个人觉得比较能够 balance 好这个financial regulation 和这个 innovation 的这些 regulator 呢，其实就是会从 first principles 去想怎么样去把这些 first principles apply 到 crypto， 而不是把传统金融行业的东西往 crypto 上面套。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不适用。传统金融行业很多时候是 local 的，但是 crypto 是 global 的，甚至细到一些，比如说金融行业传统有什么 opening start price、closing price，crypto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够硬套，而是应该从 first principles 去考虑怎么监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英美的这个普通法 common law 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下面，大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思考方式就是类比，就是 analogy。比如说我知道刚才您提到了很多交易所，他们给用户做 KYC 了，但是监管仍然认为不够，
或者是说达不到他们的这个要求，对我来说，我可能会考虑一下用类比的方式。如果不是加密货币的话，如果是现金的话，这个监管部门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因为现金和加密货币的很大的一个共通之处，它是一个 bearer instrument， 就是谁拥有 control of possession of 这个 instrument 的话，其实你就可以去使用它。但是 crypto 其实我个人觉得比 cash 对监管来说还要更好，因为你可以追踪它，对，你可以用 Chainalysis， 你可以用 Elliptic 去追踪它线上这些东西。就是如果一个 provider 它如果线上的追踪也全做了，然后他做的 KYC 也类似于比如说传统金融行业银行对于现金发配的时候这样的一个 KYC 的话，那我觉得用类比的这样的一个 argument 来考虑的话，交易所只要他这么做的话，应该也是能够符合监管的要求的。所以其实还是有可行性的，就是变成说大家可能要想一下，就是说如果以现金来讲，大家都已经能够通融了，那就是 crypto 应该也必须要，因为毕竟就是 crypto 其实还可以追踪，反而比现金更干净透明。对，其实我看过一个报告，就是说每年用现金去洗钱的数额是远远大于用 crypto 洗钱的数额的。对 ，crypto 说真的，早期大家会一直觉得说，它是个犯罪的交易工具。可是说真的，其实如果你去用类比的话，就是其实它还是占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对，而且它的很多的特征其实是不适用于就是洗钱的，很多就是黑客也好，或者是洗钱的人也好，他们可能不会马上被抓到，但是因为他所有的活动都能被 trace， 所以我们也看到很多就是甚至好几年前的一些犯罪其实都会被抓到。对，然后还有被追回来的。对，你在律所之后，就是那时候是处理了 Coinbase 的事情之后呢，你是投身到2021年8月份加入了 FTX。听说你在那时候去帮 FTX 拿了很多牌照，但是在这之中还有一件事是，你好像有聊到，就是说当时 SBF 有跟你说过什么事情，你可以讲一下当时那个情况。可以啊，2021年8月份加入的时候，当时我的这个 mandate 就是帮助FTX 去更加合规。加入的时候，2021年8月份 FTX 在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牌照。很庆幸的是，就是对我们当时建立了很好的一个律师团队，帮助 FTX 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拿到了牌照。但是很遗憾的就是 FTX 后来就是因为 SBF 盗用用户资产，大家都知道后来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在内部的时候，他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当时我是可能比大家都提前了一天，11月7号的时候，当天发现的。去年10月份SBF 就是庭审的时候，我作为美国司法部的一个证人，然后出庭去指证 SBF 盗用用户资产。对，是的。当时11月7号那天中午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面去，然后当时真的没有跟我们说任何事情，就说我们现在资金有一点紧缺，需要一点 liquidity， 需要找一些投资人，但是一直都没有就是跟我说实质 what's going on。那一天经过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就慢慢开始意识到，我们好像用户的资金不在那。直到那天晚上 SBF 他去找 Apollo Global 去要钱的时候， Apollo 就问他为什么钱不在那里， SBF 就来找我，就问我说 Ken 你能给我几个这个 legal 的 reason 为什么钱不在那里吗？然后 I was like what the fuck， 他要你帮他找一些合法合规的justification。 对，我当时就知道了。对，基本上你就当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说有出事了。对。那当下你跟他讲什么？我跟他说没有任何的 legal reasoning， 就是我们就只做合法的事情。对，我们没有任何 legal reasoning。我当时我在庭审的那个testimony 也提到，就是有一些 theoretical 的一些 argument， 但是 none of them are supported by the facts。所以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 reason。盗用就是盗用。对，盗用就是盗用。我一开始就11月7号当天。一开始需要 liquidity 的时候，他跟我说是比如说1个 billion， 后来是2个 billion， 然后到 end of the day 变成7、8个 billion， 我就知道 it's gone。第二天我就辞职了。他后来还写了很多 message 给 FTX 的员工，包括到后来作证，他所有的 testimony 都是他自己的 risk management 不好。那对我来说，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 risk management 的问题，用户的资产存进交易所里，你就放在那里就好，你不需要，你完全 segregate， 不要盗用用户资产，你不需要 risk management， 你就把它保护好就行了，它根本不是一个 risk management 的一个issue。
所以绝对不是 risk management， 就是基本上就不要碰用户的资产。对，你就不要碰这一点。其实 SBF 到现在为止，我就是也没有看到他真的去 own up， 去 take responsibility， 去承认。对。所以对来就他还是个就小朋友心态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态，但是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有一种侥幸的心态，当时觉得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 patch up 这个hole，但是这个hole越来越多。我觉得 FTX 的这个垮台其实对整个 crypto 的这个行业就是真的是拖后了很多年，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也让很多人意识到，就是传统金融行业里面的一些壁垒其实是完全 applicable 到crypto 的。我们也应该针对这些同样的这些壁垒去采取同样的严格的监管措施，去避免不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觉得 FTX 倒了以后，我自己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沉淀嘛。对，也在考虑吧，我要不要在这个行业待着？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里很遗憾的是，有很多的 scam， 有很多的这些 rug，有很多的包括 SBF 这样的人，就是 play fast and lose， 然后盗用用户资产。那我知道你有就是后来也自己就创业了嘛，做交易所，那对用户资产来讲，这就是一个最 ordinal sin。对，就是绝对就不能碰用户，绝对就不能碰，对，就是不要碰用户资产，用户资产就用户资产，用户资产不是你的钱。那你觉得是说，像后面很多交易所是有在做那个 proof of reserve 的这一种方向，这个东西以你的专业来看，这是必要的吗？我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传统金融来讲的话，绝大部分的银行它不会做到我们100%的资产都在里面哦。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对的方向吗？我觉得是这样的，银行它的整个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建立在用户的资产存进来，它借出去。它整个 business model 就建立在一个基础上，所以银行会有这么多的监管，因为它等于是 explicitly 就是 authorized to 用户资产。所以它会有这样的监管，所以它会有各种各样的 capital requirement。但是交易所它不是银行，它是用户的资产存进来，然后是用户的钱，用户用来进行交易。那么所以我觉得对用户的资产保护这一块其实是挺重要的。我觉得 proof of reserve 是这样的，它是一个 necessary， 可是它不是一个 sufficient 的一个 condition。proof of reserve 本身它有很多问题，因为它只是一个 one snapshot in time， 它也可以就是有各种方式可以去 game 它，其实因为它只是一个就是转进来，然后 snapshot 完再转出去。对，或者比如说两个用户有同样的这个 asset 之类的，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去 game 它。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交易所，它如果只是说我有一个 proof of reserve 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够的。我觉得它是一个 necessary， 也是一个 helpful 的一个 ingredient， 但是其实它没有办法就是真正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在 Backpack 对这一点上，其实因为我们也怎么说呢，就是被 FTX 坑害的这个经历吧，也真的是想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们其实针对用户资产这一方面的保护，我们是多层面。比如说技术层面，我们整个交易所它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就是 built like a blockchain。很多交易所它在做审计的时候，比如说你找一个 auditor 来审计你的这个有没有用户的 reserve，其实链上的这个balance 是很容易去 verify 的，你就 sign a message or move some assets， 你就可以去 verify 这个你链上有多少资产。但是这个交易所内部的这个 spreadsheet， 比如说 Ken 有一个 Bitcoin， 或者是其他人有2个Solana ETH 之类的，你怎么样去 make sure 它这个 spreadsheet 其实是对的？那么其实这一块是所有的 auditor 和 regulator 最头痛的，因为它就是一个 spreadsheet， 就是很多用户，然后多少资产，用户多少资产，然后现在大多数的 audit 其实都是按照就传统金融的这样的一个 audit 的方式，就是通过 internal control， 通过技术的这个 technical control 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去 test， 去拿到这个 comfort。其实我们当时 build Backpack 就有一个设想，比如说 Bitcoin 或者是 Ethereum 这样的一个 public blockchain，我们是不需要依靠任何的 auditor 或者是 regulator， 我们就能够相信它上面的这个 record 是对的。因为它是通过它的 decentralization， 是通过它的算法和通过它这个 blockchain 的这个整个架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我们不如把我们的 exchange 也 build 成一个 blockchain。我们整个 Backpack 的这个交易所，它是有多个独立的这个 node， 然后每一个交易、每一个 deposit、withdraw、buy、sell、trade， 它都是需要整个交易所所有的这些 node agree 的。它也是像 blockchain 一样，就是
所有的交易 sequential， 然后会有一整个这个账单。我们唯一 lose 的这个 blockchain 的这个 property 就是 censorship resistance， 因为我们不是完全 permissionless， 因为作为一个中心化的监管交易所，我们还是要去屏蔽北朝鲜啊、伊朗这些用户。但是我们所有其他的架构都是按照 blockchain 去 build 的，这样做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让我们去 inherit blockchain 所有的其他的 property， 比如说它的 auditability， 它的 verifiability， 我们整个 Backpack 交易所的这个 transaction history 从第一天开始都全部都是 replayable， 大家都可以去查。对，我们现在还在 beta， 然后一旦我们 out of beta official release 以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message 直接就是 print 到一个就是 public blockchain 上面去。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只是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碰我们整个交易所的这个 history， 我们觉得这样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 guarantee， 就是所有用户的交易记录就是 from the beginning of time 都是 accurate， 就也不用去特别去说哪时候 snapshot， 然后基本上你每次去查，每个人每个随时随地去查就是个 snapshot。对，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你的 Backpack 钱包去查，然后 make sure 你的 asset 在哪里，然后就对我们来说，我们甚至可以，比如说一个 auditor 或者一个 regulator，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exchange code 给他，然后给他所有我们的这个 public blockchain 的这些 hash。这个 Merkle Tree 的 hash， 它可以自己去 verify 我们整个这个交易所的这些记录，这是第一点。然后，当然这是技术层面，从其他层面我们也做了很多保护。在财务审计方面呢，我们也 hire 了一些就是传统金融行业非常非常资深有经验的一些人，作为我们的 CFO， 作为我们的 Head of Audit 来帮我们，就是在内部不仅仅从技术层面，从财务层面也有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保护，能够。不仅仅是在一两个辖区，而且是在全世界能够去实行这样的一套非常 robust 的这个 internal control 和 accounting 和 finance 和 audit 这样的一个 practice。第三点就是从法律合规合法合规这方面，就大家都知道 FTX 它倒了以后，就是用户的资产都提不出来了。但是其实哪怕是在 SAM的这种蓄意盗用用户资产的这种情况下，其实 FTX 的两个子公司，分别是FTX 欧洲和 FTX 日本的这个公司，其实是一直都拥有他们100%用户资产的。然后 FTX 日本其实早在 FTX 就是倒了2个月以后，就已经给所有日本用户就推墙了。所以在合规方面，虽然现在很多国家还没有采取试着要求这方面的保护，我们会把欧洲和 FTX 日本这些地方学到的这个就是怎么样保护用户资产的这个经历，内部去实行。比如说我们 voluntarily 去 implement 这些 practice 和 procedure，去保证没有任何人可以用户资产，而且是 publicly verifiable 任何时候。我们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月会需要给我们各个地方的 regulator。其实很多 regulator 也看到了 FTX 日本、欧洲这些 practice， 然后他们也开始 adopt 新的 regulations。就是我们会 voluntarily adopt 这些东西，在我们所有 regulator 这些国家给我们的 regulator 这些 report， 就是 daily、weekly、monthly、quarterly、annual 这些 report， 去 make sure 我们的用户资产都在哪。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想法，我们也还在考虑。但是我们的宗旨是，哪怕我们不赚钱，我们也要保护好用户资产 ，because 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这算是最基石、最不能碰的。如果你想要给库克实验室频道的观众一句话，或者是你对未来币圈有所期许的话，你会下什么这样的结论？我觉得我们做 Backpack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包括我们几个联合创始人，都是真的觉得，通过数字货币，通过这个区块链行业，有很多的真的是可以改变目前传统金融行业目前资产的就是创建分配和资源分配的方式有很大的创新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很遗憾的是，这个行业里面仍然还是有很多的 bad actor。我觉得我们想 build 这个 Backpack Exchange 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想 show that it's possible。现在很多的交易所，很可惜的是，他们当然就是创生在不同的年代，我觉得这个思路也不一样。但是就是说，他们可能很多时候是牺牲了合规，或者是牺牲了产品方面的一些创新，没有真的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些全新的一些体验。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努力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既合规，然后又能够大家非常热爱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让大家知道在币圈是可以完全合法合规的去创新，去给用户带来新的产品、新的体验的。好，今天很谢谢
Ken 跟我分享这么多 Double E 应该是说最难的科系的大神，还有分享一些以前工作的秘辛。这真的你可能这辈子也听不到。不会，感谢，谢谢。好的，然后差不多，拜拜。什么样的一个样子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就这样，没事。然后上面的100% real。